元月31日星期五，大年初三。今天校站方也有许多消息，包括每个月底小肥虾的家书。先恭喜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累计票房破5亿，感谢各路大侠支持。刚刚刷到校站的32岁生日是在剧组过的，徐克和所有射雕主创帮他庆生，这个剧组很有爱的。今天校站工作室同样也有包场，请大家看电影。今天上午我刷抖音和小红书，吃瓜说射雕将在郑州有路演，不过很多校站的影迷打电话去影城问，目前都没有肯定的消息是否还有路演。如果有路演，我再分享花絮给大家看。昨天又被射雕剧组的花絮又整活了。梁家辉说自己练了9阴真经，觉得自己变年轻了，连照镜子都照出校战的模样。结果真正的校战和黄蓉站旁边，黄蓉还说别理他，9阴假精练的，有看过电影的都懂这个梗，很有趣的。徐克说欧阳锋有一回从雪山山上飞下来，很难拍，因为是全裸的。然后梁家辉还点头了，只有校战惊呆了。校战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，笑死了。家辉哥后面还拍拍校战的肩膀。原著是这样的，郭靖跟吸毒欧阳锋约定了放他3次，吸毒欧阳锋被困山顶，脱光用衣裤充气跳下降落，此举灭掉了吸毒的气势。有网友说哈哈哈，70多岁正是胡说八道的年纪。但也有网友后知后觉的说啊，所以雪山这段其实也拍了吗？这段很好看，但是电影里没有呢，那是拍了没有呢？估计是实在放不进片长，已2个多小时了。还吃瓜听说梁家辉在春晚后台哭了3次，第1次因与老搭档重逢，第2次为追求完美排练，第3次因表演成功感动。梁家辉的真情流露，展现了对艺术的执着与真挚情感，也引发网友热议。然后肖战演的郭靖用一招就看热血了。本片最大的看点就是肖战和梁家辉的对决，郭靖和吸毒首度交手，降龙18掌真容手显，郭靖压箱底的一招震惊百里，逆转为局。网友说，小时候跟着运气出掌的想象就在眼前，小说变为画面，太燃了。在微博刷射雕口碑，你自己冲浪就能发现，大家都在用心的看电影，而射雕的结尾早就在前面的剧情里一步一步铺垫好了。好口碑来自于观众对于剧情的反复琢磨和欣赏，看得很爽。我还刷到有网友讨论，蒙古人怕闪电是真的，不是开玩笑吗？有位标位置的内蒙的网友说，蒙古人害怕闪电是真的，到现在也是，因为在草原上没有比你高的东西，闪电击中你的几率特别高。他还说，我表姐4个人抱团蹲着都被击中了，但是旁边有个车斗把火力分散了，4个人都没事，但是需要定期去医院放电，就是这样，有点神奇，我也不懂。我一说这是我姑姑就不让说，觉得是上天的惩罚，就很忌讳。据悉，蒙古人信仰长生天，电闪雷鸣代表天教，蒙古人很害怕闪电，认为闪电和雷鸣是上天降下的罪责，所以郭靖在黄蓉引雷时会那么惊惧，挺身出来接下上天的愤怒。原来如此，可能雷击会引发大火，牧草烧毁确实是灭顶之灾。拖雷汉哲别告别的时候就对郭靖说，027愿长生天保佑他。其实从采访里就能看出，徐克导演描绘人物注重从他们从小生长的环境出发，环境塑造人，影响人。就像今天特辑放出来的那一段，黄蓉说江湖就是不同帮派之间的斗争，而郭靖说这在草原叫做战争。下午我刷微博看到一条烫搜叫射雕删减，似乎是网友在讨论郭靖随成吉思汗西征的战争片段因审核被拿走了，至于为什么拿掉，大概是考量到目前中国的外交及国际关系问题，但影片最终能保留蒙古的设定已是意料之外的了。然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也观赏了徐克导演的新片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。北大孔教授说，射雕是难得的3观很正的电影。有网友吐槽看见那个什么战就不想看了，孔老师这么一夸又想去看一下。北大孔教授还特别回复要警惕和批判低俗的饭圈文化。孔教授还说自己也算比较资深的武侠研究者了，关于金庸的书也出版了好几部。他说看完《射雕》走出影厅，脑海中很快认定此乃《射雕英雄传》最好的电影改编。此片的第一成功之处在于高度忠实原著，徐克作为电影界的鬼才，
创意奇，点子多，另编故事或者另立主题，都不是难事。但徐克却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路，尽量抛弃花架子，老老实实向金庸原意靠拢。金庸武侠有个最核心的思想，内力胜于招式，笨功夫胜过花架子。其实这也是中华思想的核心观念。《射雕英雄传》的基本主题就是保家卫国的民族立场与悲天悯人的天下情怀之结合。徐克从头至尾牢牢把握了这条主线。主人公郭靖的父亲郭啸天是宋朝抗金英雄，被金人汉汉奸残害后，郭靖随母亲逃到蒙古草原，被大汗收留，抚养成人，与四王子拖雷结为兄弟，直到大汗要以公主相嫁，便可成为金刀驸马。按理说，蒙古人对他有天高地厚之恩，而大汗的话也不无常理。宋朝对你有什么恩？那些宋朝的忠臣，几个有好下场？而郭靖的思路却是：我乃大宋子民，不能忘了我名字中蕴含的靖康之耻，不能眼看着大宋人民惨遭欺凌。影片结尾，郭靖在两军阵前击败了走火入魔的西毒欧阳锋，以绝顶武功救了大汗之后，劝退了大汗的雄兵。他想的是，草原和中原是一样的，拓疆万里也好，武功第一也好，都不是最大的英雄，能够捍卫天下和平，让各族人民都免遭生灵涂炭，才是侠之大者。徐克牢牢守住了这一条线，我想金庸先生在世也会非常欣慰，不会再说看着作品被改编，就好像眼看着自己的孩子给人家打了。此片的第二个成功之处，在于演员的选拔和指导，而这里就包含着徐克对金庸原著中的人物的深刻理解。比如郭靖，绝不能理解为傻，而应该理解为朴拙。朴拙之人学习过程可能比较漫长，但正因为循序渐进，步步为营，反而可能学得刻骨铭心，能成大器。由肖战出演的郭靖，突出了英武之气，朴实中不乏深情，执拗中深明大义，这才是那个帮助大宋镇守边关30多年的大侠郭靖。而庄达菲饰演的黄蓉，也不再是一味的鬼机灵家小鸟依人，而是拥有大局观的丐帮帮主，和对爱情有着深沉自信的大女主。最值得称道的是由新面孔张文欣扮演的华筝，一举超越了此前所有的同一角色，真正演出了草原公主的豪侠气概，在爱情上能够拿得起放得下，既能成全自己，也能成全他人，这不也是一种侠之大者吗？此片的第三个成功之处，是武侠个人打斗的精彩，与民族战争宏伟场面的有机结合。蒙古铁骑的彪悍，蒙古大营的壮阔，暗喻着少数武林高手的绝世武功不能改变历史的大趋势，而千军万马、众目睽睽之下的神奇武功对决，又暗喻着个体对历史发展的主观能动性，以及细节影响全局的历史普遍规律。各种特技摄影的利用，以及无人机拍摄的大场面，从深度和广度上拓展了观众的心理空间，逼近了阅读小说原文所形成的审美想象。总之，如同一切的经典名著，金庸小说的电影改编时仍将继续，而此片必然成为后来者不能轻易绕过的一场通关之战。在当今烽烟四起，各国人民无不关心战争与和平之主题的国际背景下，可以又一次促使保暖无忧的人们思考，什么是侠？什么是侠之大者？对此，你又是怎么看的呢？快乐就是，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。